皇兄爱好男，皇姐爱好女。父皇把江山的希望寄托到了我身上，我瑟瑟发抖，该不该告诉他我爱的是个太监？父皇6，我在宫里散步的时候碰见的年轻英俊的侍卫，他眉眼凌厉，宽肩斩腰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就听见墙角传来激动的声音，看到没有，我的取向就完全没问题，朕就知道，没错，是我的父皇，他已经尾随我好几天了。只要我和宫女谈笑，他就念叨弯了弯了；只要我和侍卫对视，他就大呼直了直了。一会儿弯一会儿直，我不知道父皇又在抽什么风。他甚至让人在我的殿后种了片竹林。我问父皇这是何意，他说这叫要多直有多直。我开始怀疑父皇有事要交给我。父皇眼含热泪，握着我的手，答对喽，我明白了，天将降大，任于斯人也。父皇是要我去和亲，听说强盛的周朝派了太子来访，要我朝和亲，但父皇还没答应。父皇就3个子女，皇兄、皇姐和我，皇兄从文，皇姐从军，也就我相对合适。父皇眉头一皱，和亲？不，你可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夕阳西下，他负手而立，回首看我，朕观察你数日，打算把江山交到你手中。我沉默了。首先我没这个志向，其次咱们是有太子的，皇兄从出生就被立为太子了，最后我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怎么就让你相中了呢？父皇，太子哥哥他知道吗？父皇想起了伤心事，语气悲痛道，太子。他扑到我肩膀上，哭得悲痛不已。我慌了，哥哥他死了。父皇抬起头来，没死，但他无缘皇位了。皇兄性情温柔，德行俱佳，到底怎么得罪父皇了？但显然父皇是不会说的。父皇没有太子，还有皇姐，皇姐在军中颇有威望，性情洒脱。父皇闭了闭眼，你皇姐也？他眼角已有泪痕。这不对呀，我昨天见过皇姐，她好得很呢，还在御花园里给准太子妃陈姐姐推秋千。父皇睁大眼睛，谁？你说谁？天哪，陈阁老得杀了我！他话说到一半，急冲冲地走了。不是啊，爹，你说传位于我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啊？我一跺脚跟了过去。父皇冲到皇姐的宫殿，皇姐正在殿中叫陈姐姐舞剑，陈姐姐抚琴的手握不住长剑，皇姐就手把手教。父皇急得大喊：“给我松手！”陈姐姐当时就松了手，那剑被借力甩出去，皇姐飞起2步，握住剑柄，反手挽个剑花，干净利落。陈姐姐星星眼，殿下好厉害啊！父皇无语至极，这又让他装到了。父皇连夜把陈姐姐送出宫了，他让皇姐别打人家主意。皇姐推剑入鞘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：“父皇，您多虑了，儿臣很受欢迎的。”他从桌上扔出个折子，我一打开，好家伙，早上是李尚书府千金约看日出，中午陈侍郎妹妹约吃饭，晚上刘统领女儿约关灯，连着7天，皇姐的行程都约满了，看得出来她在圈子里很抢手。父皇不敢相信，一把抢过折子，疯狂翻页，难怪你哥一直找不到对象，朕现在严重怀疑是你把他的路都堵死了，才导致他。父皇一提起皇兄，已经有哭腔了。皇姐无语，我附耳过去，姐哥到底怎么了？我也是听说，好像是恋爱了。皇姐是听陈姐姐说的，近日父皇快定下陈姐姐当太子妃了。皇兄听说后，便和父皇坦白自己心有所属，还专门找陈姐姐道歉，表示自己并不知情。陈姐姐当面表示，哦，知道了。事后她找皇姐一顿哭诉，甚至独占了1天档期。不过皇兄连陈姐姐都没看上，那他看上哪家姑娘了？皇姐挑眉，也有可能不是姑娘。我领悟了关键，难道是？皇姐闭眼示意。听说父皇逼问了半天，太子也不肯说出心上人是谁。咱家是真有皇位要传的，既然你不行，那我就要传给别人。父皇一开始找到了皇姐，可皇姐这边更热闹。那天被他放了鸽子的几家姑娘一起找进宫来，说陈姐姐是小绿茶。父皇人都看傻了，才把算盘打到了我头上。皇姐和我说：“那恭喜你了。”我感慨道：“那我可能也不行。”父皇的哭声没了，他停下擦拭眼泪的双手，圆圆的眼睛里满是不解：“你又是什么情况？”我喜欢的人在生育方面有些困难。父皇松了口气，吓死我了，让太医院给他治就是了。我心虚地盯着脚尖，他吧，应该治不好，是受过硬伤的。皇姐沉思半晌，他是不是还有份稳定的工作，还穿统一的制服？姐妹懂我啊。父皇让我把人带来，让太医院看看，我拒绝了，因为我是暗恋。父皇更觉得奇怪了，暗恋？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行？难不成他是太监？他以为自己很幽默，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他慢慢笑不出来了。我鼓起勇气道，虽然说是太监，但他真的很优秀。父皇打断了我，住口！你懂什么是优秀吗？他拍了拍手，常年跟随父皇左右的李公公带着打工人的怨气迅速出现。陛下又怎么了？这才是宫里最优秀的太监。父皇把李公公推到我面前，你喜欢吗？李公公眼里突然有了光，我终于可以换主子了吗？我都不敢和李公公对视，急忙低头否认，不喜欢不喜欢。李公公遗憾道，谁年轻的时候不是容色倾城？父皇一挥手，李公公消失了，果然是最优秀的太监。父皇坚持要把皇位传给我，因为皇兄和皇姐的取向是不能更改的，而我喜欢太监只是走进了误区，毕竟没有人的取向会是太监，而且如果我再提太监，他扬言要把李公公送给我，那我再也不敢了。父皇在朝堂上的动作很快，他以皇兄身有隐疾为由，废立太子，责立我为皇太女。皇兄并无异议，
父皇马上给我张罗男宠，防止我沉迷太监。这个任务交给了锦衣卫。暮春时节，指挥使江行舟专程赶来，为我筹办此事。那时我正在独自荡秋千，一时停不下来，气氛微妙又尴尬。江行舟出手握住秋千绳，我低着头，心跳加速。2年前我不慎落水，是江行舟把我救起来的。冬日的湖水寒冷彻骨，腰间被大力扣住，我的脸浮出水面，正好对上那双冷淡的眸子。湖水从他的额头顺着眉眼淌到下巴，水面起起伏伏间，夕阳的余晖被折射成潋滟水光，令人目眩神迷。江行舟就是我的那位心上人。哦不，心上太监，西厂锦衣卫也是太监，但我还是暗恋江行舟。秋千渐停，江行舟松开了手。殿下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我不想给他添麻烦，就说好看就行。过了2天，江行舟带回来4个人，高矮胖瘦应有尽有。我极为震惊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殿下说好看就行，我更疑惑了，这几个哪里好看？江行舟一脸正经，殿下你好好看，我还好好看。个子高的像竹竿衣衫，下摆短半截；个子矮的像黑炭，今天穿了一身白，胖的就不说了，没必要伤害人。但瘦的那个，我想为他半碗米饭。江行舟沉思半晌，难道在场这么多人没有殿下看上的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江行舟失望地走了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都在突破我的审美底线，甚至让我怀念起高矮胖瘦4人组。江行舟叹气道：“殿下，请节哀，那4个已经找到媳妇了。”我转头注视他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。难道我一个皇太女连个美男子都找不到吗？江行舟也怔了怔，连忙拿出手帕递给我擦眼泪。公主臣开玩笑的，那个矮的还单着呢。滚！父皇也忍不了了，他说锦衣卫办事不力，把江行舟打了一顿。本来只是斥责，但江行舟在父皇面前坚称他找的都很好看。父皇就问他：“那你觉得自己长得如何？”江行舟想都没想：“臣气丑无比。”父皇气得半死，让人打他，打到他承认自己好看为止。后来人都晕过去了，嘴还是硬的。父皇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他的心腹李公公。大晚上的，我回到寝殿，李公公独自站在殿内。我脚步一停，对未知感到恐惧，声音微微颤抖：“告诉我，你安排人了，对吧？”李公公指了指床，人在床上。殿下想什么呢？还好还好，只要是别人就好。我冲到床边，掀开被子。此人眉眼凌厉，身材极好，手脚都被绑住，嘴也被堵了，眼神气愤无比。我总感觉哪里见过他。他就是公主殿下走在路上多看了一眼的侍卫啊！李公公非常得意，看我这工作能力，凡是主子们留意过的人或事，奴才都是过目不忘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他。我当时为何多看他一眼来着？我想起来了。赶紧让李公公走人，然后把那人嘴里的布条拿了出来。他情绪激动，呼吸急促，眼尾泛红。这就是贵朝的待客之道吗？周太子多有得罪，这完全是误会啊！我多看他一眼，是因为他就是来和亲的周朝太子。任谁看到相亲对象打扮成侍卫，都会多看一眼吧。周太子明显被下药了，所以我虽然很抱歉，但还是要继续绑着他，保证自身安全。我又堵住了他的嘴，用被子把他遮好了。今晚先这样，明天再把人送走。突然有人翻窗而入，吓得我坐在床边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那人穿着夜行衣转过身来，竟是江行舟。周太子察觉有人来了，在被子里拼命挣扎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，场面十分尴尬。江行舟耳聪目明，却好像察觉不到。他问我：“殿下，你觉得臣长得好看吗？”此话一出，周太子不挣扎了，可能是无语了。我过于紧张，只能假笑道：“好看啊，好看。”江行舟眉眼缓和，他刚要说话，突然门被人猛地拍响。“皇妹，抱歉深夜造访，请速速开门，我有急事。”天哪，皇兄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鬼热闹？我给江行舟使了个眼色，他点点头表示懂了，然后一转身去帮我开了门。不是，我让你先翻窗出去啊。门一打开，皇兄看见江行舟，自然地打了个招呼：“行舟你在啊？”江行舟嗯了一声，我很疑惑，这还是我的宫殿吗？皇兄疾步而入，环顾四周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江行舟跟在身后，戳了戳皇兄，又指了指我。皇兄抿了抿唇，皇妹，你还没睡吧？我在思考，我就坐在这里，睁着眼睛看他。这个问题还用问吗？我把眼睛瞪得更大，没睡，怎么了？皇兄松了口气道：“东宫丢了个侍卫，听说被李公公送到你这里了。他是来找周太子的，可我现在是皇太女，绑架强迫周太子已经曝光，会引发两国矛盾。我选择否认。没啊，我没见过侍卫，我床上也没人。”江行舟脸眉沉思，他向皇兄附耳道：“就在他床上，不信你去掀被子。”我沉默不语。皇兄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不是废他太子位的时候，也没见他用这个眼神看我啊。他的手指落到颈背上时，被我出言制止了。皇兄，你知道的，李公公就代表父皇，你从我这里抢人，是不把我皇太女放在眼里吗？如果谁都能从我床上把人带走，我这皇太女还当个屁啊！皇兄很不可思议，他看了眼江行舟：“你是废物吗？”江行舟沉默半晌，我来。他居然帮着皇兄不帮我，我拦着江行舟，他沉默注视我，俯身靠近，将手从我腰侧探过去。我被他看得不自然了，下意识偏过头去。
江行舟利落地扯开了警备，周太子被绑在床上，嘴里塞着布条，眼睛通红，表情羞愤无比。皇兄眉头微蹙，定在了原地。江行舟也愣了，他看了看我，你喜欢这样？我一声不吭，一步到了旁边。皇兄将周太子嘴里的布条拿出来了，周太子终于能说话了，他扬言要派兵来攻打我。皇兄没搭理他，抽出腰间的匕首，准备割断捆绑的绳子。皇兄放了他，他回去报复我们怎么办？皇兄头也不抬道，无妨，我会说服他。周太子冷笑，看着我道，我绝对会报复你，等我踏平宫城，我就把你卖倒。啪！皇兄打了他一耳光。江行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慢了一步，他遗憾地收回了手。周太子被打懵了，他看向皇兄，喃喃道：“你打我。”皇兄目光坦然，点了点头，嘴不要太脏。周太子就不说话了，我看不太懂这两人的关系。皇兄要把周太子带走，我当然不会阻拦，但我出言提醒周太子的身体有点状况，建议出了宫送去青楼。周太子让我少管闲事。皇兄沉默半晌，我知道了。他俩走了，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我往后一躺，倒在床上，舒服的来了个翻身，撞见一双熟悉的眸子。江行舟，你还没走？他什么时候睡在我床上了？江行舟侧着身子，合着双手垫在脸下面，目光专注的看我。他睡觉的样子都是这么娘的吗？我不理解太监。我往后挪了挪，江行舟保持姿势，往前挪了挪，试探开口道：“殿下，你喜欢刚才那个太子？”我的承诺震耳欲聋，她好像个知心姐妹，要跟我来个彻夜长谈。这屋里需要个真正的男人。顺便说下，由于他的表现过于奇怪，我都忘了把他从床上赶下去。我抱着被子敷衍的回他：“不喜欢。”江行舟靠得更近了，他撑起手看我：“那你除了好看的，还喜欢什么样的？”我看了看他，我喜欢吧，还是算了，我喜好比较小众。我把被子盖到脸上，被子被扯下，江行舟和我四目相对，我心跳加速。你要干什么？他眨了眨眼，小众的爱好也可以跟我聊聊啊。我沉默了，他不觉得冒昧吗？我拍了拍手。江行舟见我不说话，把脸埋在枕头里。殿下，你如果和我说的话，我也许会……李公公瞬间出现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刚才我不是送了个侍卫吗？怎么变成戏场这小子了？李公公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让人迅速把江行舟给抓走了。看来我真的老了，早就该退休了。江行舟被人拖着，还在对我喊话：“殿下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听说李公公让人把江行舟打了一顿，原因是他看不惯走捷径的。父皇听闻此事后，更确信江行舟喜欢我，才故意办坏差事。他把江行舟革职查办了。江行舟喜不喜欢我且另说，但父皇未免太任性了。父皇一听就笑了，朕就是这样汉子，这样秉性。李公公翻了个白眼，我替江行舟求情，父皇说旨意不能更改，但可以把他赐给我，好好的锦衣卫指挥使，沦落成伺候人的奴才。我怕江行舟心理落差太大。李公公冷笑几声，江行舟怎么就高贵冷艳了？谁又惹他了？我赶紧溜了。我去监狱接江行舟，路上好多人都往监狱跑去，说有人在撒钱，我情不自禁加入了奔跑队伍。监狱里站满了人，满满当当，大家都在跟江行舟道喜，恭喜他得偿所愿，可以少奋斗30年。有人拉住我，往我手里塞了把东西，你也是来贺喜的吗？手里是把金瓜子，那人还在碎碎念，这小子被皇太女看上了，给他狂的不行，说来贺喜的人都可以抓把金瓜子，我看你手小，替你抓了一大把，你说皇太女看上他什么了？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看上江行舟什么了。人群慢慢安静了下来，江行舟站在牢房的炕上，他要开始他的演讲了。我相信诸位当中还有很多人不认识我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一定会成为皇后。底下有人窃窃私语，这到底是皇太女看上他了，还是皇帝看上他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听说发钱我就来了。我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这太丢脸了，我就不该来接他。趁他还没发现，我转身往门口走去。江行舟一下就看见有人离开了，那个门口的别走啊！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吗？众人循声看过来，我把头埋得很低。江行舟眼睛一亮，他认出我了。殿下，是殿下来接我了，快让开！我一拔腿就跑了，我逃，他追我插翅难飞。江行舟坐在我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看我，我往左歪，他就往左看；我往右歪，他就往右看，我完全像个逗猫棒。我盯着他，鼓起勇气道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我？”江行舟像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。可我已经是皇太女了，我可没忘记父皇的话，我要是敢找太监，非得把李公公送给我不可。我想了又想，决定跟他坦白心意。江行舟，我也喜欢你，虽然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但我还是很喜欢你。江行舟唇角上扬，我停了停，继续道：“但是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因为我是皇太女，我必须要有后代的。”他思考片刻，好像没听懂。首先，我听得很认真；其次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扫了他的下半身一眼，虽然我个人是不介意的，但是江行舟顺着我的视线看了看自己，又看了看我，目光愈发迷茫。殿下，你嫌弃我生不了孩子，可是不是你生吗？我只能明说了，我生也要你行啊。他眸光微正，陷入沉思。我不行吗？难道他不知在想什么？皱紧眉头，喃喃道：“确实，我没试过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虽然我自己觉得还行，但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。”江行舟正色道：“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行的？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大家都知道啊。
江行舟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我感觉他有点难过，安慰他，虽然你没工作了，那个也不行，但我会养你的。江行舟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江行舟留在了我身边，但是他不开心，天天看太医，吃各种奇怪的药。我也试过劝他，他抱着药罐怎么也不撒手。殿下，你就别管我了，我生不出孩子，活着也没意思了。然后端起来，吨，干了半罐子。我看了一眼药材，当场就呕出来了。他怎么喝得下去？江行舟看了看我，殿下不用心疼我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下次端出去喝哈。江行舟更难过了。江行舟一人快干空了，太医院的药材库闹到全宫，上下都知道了。不过他们怎么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反而用心疼的眼神看江行舟。就连从东宫溜出来的周太子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，respect。我真的很费解。父皇都召见了我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，朕可以理解你，但是小江她一个人嫁过来也很不容易，你不能竭泽而渔。”儿臣知道了。我懂了，我不能再宠着江行舟，由他浪费药材了。很明显，父皇吃不上了。父皇见我知道了，也就开始和我说正事。周太子的和亲之事，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，就让我去婉拒了。我犹豫片刻，试图谏言，其实也不是没有。周太子都快把东宫的墙给翻烂了，父皇并不赞同你皇姐为国鞠躬尽瘁，杀敌无数，怎么能让他和亲呢？我说的不是皇姐啊，我开始引导父皇去考虑绝佳人选。皇姐不喜欢男的，确实不合适，但是和亲是皇室子弟的义务，我们可以在其中找一个养尊处优、受百姓供养、喜欢男性的人。父皇，你觉得呢？父皇恍然大悟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笑道：“你呀，说的还挺隐晦。”我也笑，那必然要隐晦啊。第二天，父皇在朝上提议要立周太子为我的正妃，合着他昨天一点都没懂啊。父皇殷勤地把我拉到周太子面前，一个是皇太女，一个是太子，你们互为彼此的正宫，完全不矛盾啊。素来手里的皇兄在文武百官面前当场拂袖而去，周太子说了句不同意，当时就追出去了。父皇挠了挠头，对我说道：“女儿，我帮你了，看来他没看上你。”江行舟得到消息，闯进大殿的时候正好听见了这句话，他失望地看着我，胸膛气得起伏，重重哼了一声，把金銮殿的门摔得巨响，这可是得要2-3个人合力才能缓缓推开的大门啊。父皇尬笑道：“小江劲还挺大。”我赶紧追了出去。江行舟已经在床边收拾东西了。你不喜欢我，我喝再多的药也没有用，与其等你找到能给你生孩子的人，再让我走人，我不如现在就走。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动作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江行舟，你先把我的肚兜放下。江行舟攥着那抹白色，生气地反驳我：“我绣的花，我不能带走吗？”我可算是明白他为何坚持在家绣花了。江行舟见我不说话，又走了过来。你身上还有一件。我真想当场掏出来，狠狠扔他脸上，但又怕他爽到了，我只能说道：“你非要这样吗？”江行舟道：“我嫁给你，把钱都花完了，你连名分都没给我，也没和我圆房。”我很无语，他钱花完了，那是为了我吗？那是他嘚瑟没的。江行舟拂去眼角的泪水，就因为你说你喜欢我，我喝了那么多药，太医都说我没问题，我其实怀疑是你有问题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你要喜欢别人，那我就走了。他做事要走，虽然知道他多半是装的，但我还是拉住了他。药不用吃了，我会和父皇说，我只喜欢你，皇位也不要，可以了吗？江行舟立即转身，语气雀跃道：“真的吗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我主要是怕他把我的肚兜、亵衣和袜子都给带走了。周太子向父皇提亲了，他想要皇兄和亲，父皇当场昏厥过去了。他一醒来，皇兄已经跪下认错了，我和皇姐也守在一旁。父皇非常生气，你和他认识的时候，他是太子，你也是太子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皇兄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，一声不吭。父皇都被气笑了，你确实不堪为君，放着一招帝王不当，要去给喜欢的人充作后宫，你觉得这是爱情？我只觉得可笑至极。我记得父皇知道皇兄喜欢男的，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生气。父皇给了他2个选择，第一，要他答应和亲，皇兄就和我们断绝亲情；第二，皇兄拒绝周太子，还可以继续留在宫城。皇兄缓缓站起身来，向父亲郑重行了一礼。父皇，儿臣知道了。皇兄很快就做了决定，一夜之间，东宫的墙不仅筑高了，还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坚刃。周太子站在墙下，所以还是不喜欢我吗？又过了3天，东宫长约几百米的围墙，除了银色的坚刃，还长满了粉白成簇的蔷薇花，很多人都从那里路过。陈姐姐路过的时候，拉来皇姐一起看；江行舟路过的时候，薅了一把送给我；李公公路过的时候，要严查皇宫治安；父皇路过的时候，让李公公少管闲事；我路过的时候，让人把江行舟薅过的那段再好好补起来。周太子蹲守了好多天，但他真正等的人没出来看过一眼。周太子放弃和亲了。周朝使团浩浩荡荡离开都城的那日，还不忘让人给皇兄送了一辆马车，那辆马车里全是向日葵明媚热烈，停在东宫门口，3天3夜无人签收。江行舟想把马车也薅回来送给我，我严厉制止了他。
陈姐姐激动的跺脚，他好浪漫，可惜是个男的。黄姐手心里捏出一朵玫瑰，又哄得陈姐姐开心。我们几个在暗处偷窥了3天，第3天深更半夜，皇兄终于出来了。他双手抱在胸前，像是在自言自语：“我为了你，连太子都不做了，你觉得送几朵破花就够了吗？”江行舟在我耳旁道：“他好痴情，可惜是个男的。”我白了他一眼。皇兄走到马车前，敲了敲车身：“出来吧，都3天了。”那马车没有动静。父皇突然钻出来：“你们说里面藏人了吗？”我们都吓了一跳。周太子会藏在马车里吗？皇兄等了好久，也没人应他。他上了马车，要是只有花，你就死定了。马车里传来跌倒的声音，我们围过去掀开车帘，皇兄被人拉着摔进了拥挤的向日葵里，细碎的花瓣沾了满身。周太子看到了我们，尤其是父皇，他神色讪讪，放开了某人的腰。皇兄撑着手爬起来，拂去眉眼的花瓣，一派云淡风轻。周太子提出了新的方案，虽然周朝比我们强盛，但他愿意留在这里为质，依旧能保2国和平。他的条件也很简单，就是把皇兄许给他。父皇开心不已，生儿子还是有点用的。趁着父皇心情愉悦，我向他提出了辞职。父皇，我喜欢江行舟，他怎么样我都认了，皇位的事就算了吧。父皇很是费解，怎么回事？这皇位是烫手吗？怎么他不要，你也不要？信不信我给小李啊？李公公闪现，嘿嘿嘿，我可以。妈呀，我魂都要吓飞了。父皇退后2步，怎么这次没拍手你就出现了？李公公笑嘻嘻道，听见父皇叫我，父皇惊住了，随后大了一声，让人快把李公公拖出去。父皇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让我继续说，为何不要皇位了？我跪了下来，江行舟生不了孩子，儿臣只爱他一人，没法把皇位传下去。父皇迟疑片刻，拉着我的手坐到了地上，他说我娘死得早，有些话只能和我说了。小江，他具体是什么情况？上次我看他摔门镜还挺大的。我没听懂，父皇耐心地给我展开说，他是一开始不行，还是中间不行，还是最后不行？我听懂了，父皇他根本不行，他是太监啊！父皇疼得站了起来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江行舟是太监，他是太监，他偷偷自宫了，难怪是个小白脸。父皇要杀了江行舟，江行舟是在绣花的时候被人抓过来的，父皇一把抢走他的绣绷，目光更加确信了几分。他异常气愤道：“你在这眼东方不败呢？死太监，心眼多，敢骗朕，还说真心喜欢我女儿。”江行舟捏着绣花针，谁说我是太监？父皇冷斥道：“还用别人说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太监都比你爷们儿。”江行舟站起来，随手一挥，指尖飞出绣花针，生生嵌进了柱子。你有见过我这么厉害的太监吗？父皇哼了一声：“哟，你这是葵花宝典练成了。”江行舟彻底沉默了，非得我脱裤子是吧？我赶紧按住了他的双手，我怕他真能做出来。江行舟委屈道：“你自己不行，就在外面造谣我是太监。”我抓着他的裤子，语气迟疑道：“所以说你不是太监？”江行舟眼神震惊，不敢相信，嘴唇微张。过了好久，他恍然大悟：“你一直以为我是太监，难怪你在最开心的时候也只让我脱上半身的衣服。”救命、尴尬和羞愧同时出现在了我身上。但是西厂锦衣卫不都是太监吗？父皇解释道：“锦衣卫有的是，有的不是，但指挥使不是，我个人爱好。”我抱着江行舟，欢呼不已。原来你不是太监，太好了！江行舟用手圈住了我。殿下，原来你这么爱我，连太监都可以接受。我抬头看他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又不是别的。江行舟摸了摸我的头，哦，你以后也会喜欢的。我和江行舟要补办婚礼，江行舟要给我绣嫁衣，工人拦住了他，说工程量太大，会耽误日子，他就绣了个红盖头。但我是皇太女，成亲佩戴头冠，用不着红盖头。江行舟就给自己盖上了。殿下好好看路，别让我摔倒了。我紧紧牵着他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周太子用胳膊肘碰了碰皇兄，你会给我带吗？皇兄看了看他，你看懂了吗？应该你给我带。周太子抿嘴，那好吧。江行舟到底还是摔了，他趴在台阶上，扯下盖头，环过安静的人群，耳垂迅速红透了。他神色窘迫道：“我是不是不够母仪天下了？”我一轻身，朝他伸出了手。没事，你走宠后路线。江行舟笑得开心极了。不远处，陈姐姐不自觉地叹了口气。她的父亲陈阁老回头看了眼她，怎么羡慕了？想起自己原本是皇后命了。陈姐姐笑着回道：“父亲，我是羡慕，但又不是羡慕皇后。”陈阁老收回眼神：“二殿下风流多情，你撞了南墙就知道了。”陈姐姐不说话了。父皇今晚喝多了，他搂着周太子喊女婿，拉着江行舟喊儿媳，气氛其乐融融。陈姐姐独自离了席，黄姐看到了，但没跟上去。我把黄姐拉到一旁说话：“你还要这样多久？难道你不喜欢陈姐姐吗？”黄姐立在夜风里，身影孑然。我是武将，出生入死，今天管不了明天，我不会给任何人承诺。我知道黄姐的性格，她从不与人建立深刻的感情，就连那本小册子也是为了确保她对每位姑娘都是差不多的。但是陈姐姐总归还是特别的，明明知道陈姐姐是小绿茶，黄姐还是会纵容她。
我还是多说一句，可是陈姐姐特别喜欢你。黄姐盯着墙角，声音淡淡道：喜欢未必要在一起。那墙边有一角绯紫色的衣裙，慢慢垂在了地上。我不用过去看，也知道是陈姐姐靠在墙边蹲下了身子。黄姐决绝地转身离开了，这次不会哄她了。新婚夜，龙凤双烛燃了一整晚。江行舟证明了他不是太监，也证明了太医开的药没有白喝。我快不行了，下次也给我开点吧。江行舟说他比我有良心，可以允许我在床上喝。我没说话，因为他这一会儿不折腾，我已经快睡着了。耳边有人低声笑道：废物。我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他：废物也要睡觉。那人顿了顿，低声又哄道：那废物爱我吗？滚！等我醒来，已经日上三竿了。江行舟在院中亲自带着人种花，周太子送我们的贺礼是好多花种子，日光明媚。我伸手遮了遮眼，江行舟发现我已经醒了。你醒了，正好要出门的。黄姐今日要回西南军营去了，她早就说过，等我婚期结束，她就要回去。我们赶到城门口，想给黄姐送行，发现还要排队。京城的姑娘把队排得可长了。周太子比我们到的早一点，他跟我们招手，身后的姑娘死死盯着他。周太子就看了看他，我名花有主了。那姑娘很无语，我是怕你带人插队，这让我打消了插队的念头。乖乖排队。我和江行舟抱怨道：我是他亲妹妹呢，还要排队。前面的姑娘打量了我一眼，切，谁不是呢？我好气。江行舟抱了抱我，不气不气。我仔细留意了，陈姐姐没来，黄姐见过了皇兄和周太子，也见过了我和江行舟，她就要走了。黄姐翻身上马，正欲离开，站住！身后传来重重的马蹄声。陈姐姐身着墨色劲装，长发竖起，英姿飒爽。她骑着黑马在大街上纵马狂奔，有个姑娘跌在原地，来不及避开。陈姐姐踩着马镫站起了身，猛地提起缰绳，马儿昂首嘶鸣。她夹紧马腹，轻轻跃了过去。这还是我那个弱不禁风，只会喊殿下好厉害的陈姐姐吗？皇兄淡淡道：我还记得他6岁的时候就把10岁的我按在地上打。周太子攥紧拳头，太过分了，只有我可以这样对你。皇兄让他滚远点。黄姐让陈姐姐回去，追过来也没用。陈姐姐笑了笑，谁说我追你了？我不能从军吗？黄姐拔出剑来，对准了他，回去。陈姐姐勾唇一笑，双指夹着剑刃，歪着头道：殿下，我想你要搞清楚一件事，我未必是你的手下败将。陈姐姐双指向前一推，竟然能空手夺刃，那长剑插到地上微微晃动。黄姐也怔住了。你？陈姐姐双手握着缰绳，亲身靠近黄姐，呵气如兰道：我啊，和你的关系，可能你有所误会。黄姐不自然地偏过头去。周太子又懂了，他和我低声道：看来你姐也不行。他看了看我，竖起大拇指：还是你可以 respect。皇兄就在他身后打了下他的头。周太子抱着头，尴尬地和我解释：在外面我是给他面子。江行舟扒拉我说什么靠那么近，我啧了一声，他就不敢动了。瞧咱这家庭地位。陈姐姐坐直了身，目视前方，神色坚定。你尽管做你想做的，我必生死相随。黄姐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瞥他一眼：你追得上就追吧。话音刚落，他俯下身子，一夹马腹，从地上拔起了剑，剑锋在地上划出1丈以外。黄姐再回到马背上，已经冲出去数里地了。陈姐姐轻笑出声，立刻追了上去。驾！我们4人两两成对，目送他俩离去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